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野口绿女士所著的《体检结果不理想时的禁忌事项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体检结果不理想时的禁忌事项；第二，改善血液数据的饮食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体检结果不理想时的禁忌事项。当您拿到体检报告时，通常会逐项查看各个数据的指标，关注血压是否达到了危险的等级，或者中性脂肪是否过高。对于一些数值在标准之外的项目，您可能会感到担忧甚至紧张，而对于正常的项目则会松一口气。然而，作者提醒我们，不要单纯关注个别的数值，而应该从整体上了解血管的健康状况，因为衰老是从血管开始的，血管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身体的整体健康。尽管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血管的状况，但是通过体检数据，我们可以间接推测出它的状态。例如，如果中性脂肪或肝功能指标异常，可能暗示着血管有潜在的隐患；如果血压或 LDL 胆固醇升高，可能表明血管已有受损的迹象；而当尿蛋白或肌酐等肾功能指标异常时，可能意味着血管损伤较为严重。体检的异常值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潜在的血管健康风险。在检查报告中，所有指标都有各自的基准值，但超出基准值并不代表一定患有疾病。事实上，处于基准值范围内的人未必就是健康的，而基准值之外的人也未必真的患有疾病。体检的数值并不能用来直接诊断疾病，而是用来评估潜在的健康风险。例如，在日本，糖尿病检查中的 HbA1c 指标设定的正常范围为 5.6 以下，但即使超过这一数值，也不一定患有糖尿病。5.6 的标准设立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及早注意血糖的调节能力，以便及时采取改善生活方式的措施，从而降低患病的风险。通常在 6.5 以上才会被视为糖尿病的潜在风险。因此，重要的是将当前的数值与之前的检查结果进行对比，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健康的趋势。尽管血压或 HbA1c 仍在基准范围内，但如果逐年升高，可能表明生活方式的变化正在对健康产生着影响。作者在进行体检咨询时，常常会问：与去年相比，中性脂肪增加了，这段时间您的生活习惯有变化吗？这类的问题帮助很多人意识到了一些不经意间形成的习惯，例如，体重增加可能是因为外食频率的增加，或者因为工作环境的改变、活动量减少导致的。在找到原因后，就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。当体检报告显示多个项目超出基准值时，许多人会感到困惑，不知道应优先关注哪个指标。试图逐项改善每一个超标项目，往往会令人陷入混乱，如同应对接连不断的问题，难以找到突破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者建议大家从根本入手，循序渐进的应对。通常最基础的问题是表层问题的根源，例如，当血压和血糖出现异常时，通常提示血管已开始受损。此时，我们应该优先关注基础层的潜在进展阶段。如果体重过重、BMI 和腰围超标，同时存在内脏脂肪的堆积，那么血压和血糖异常可能是由于体重的增加引起的。因此，最优先的改善措施是通过减重降低 BMI 和腰围，从而间接去改善血压和血糖。因为内脏脂肪堆积往往是高血压和高血糖的根本原因。当然，也有些人的血压虽然超标，但 BMI 和腰围在正常范围内。这种情况下，血压异常可能并非由于内脏脂肪引起，而可能与过量的盐分摄入或遗传因素有关。通过分析具体的原因，也能更有针对性地找到预防措施。当肝功能异常时，代谢和胆固醇合成功能下降，可能会影响血糖和 LDL 胆固醇数值。中性脂肪的升高也可能会增加超低密度 LDL， 进一步对血管造成损伤。
如果高血压和高血糖持续得不到控制，血管健康将进一步恶化，可能发展为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并发症或慢性肾衰竭等严重的后果。因此，为了避免这些问题，我们应该从根源入手，逐层改善各项健康指标，以更有效地预防血管相关疾病的发生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改善血液数据的饮食秘诀。在日常饮食中，关键在于保持多样化和均衡的摄入，而不是单一地追求某些被认为对健康有益的食物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了解应摄取的各类食物及其推荐量显得尤为重要。即便体检结果显示某些指标超标，但通过合理的饮食方式，血液指标仍有机会得到改善，从而变得更加健康。书中作者介绍了一种优化的饮食方法，基于日本女子营养大学创始人香川先生提出的4群评分法，将食物分为4大类。第一类，乳制品和蛋类。这一类食物富含优质的蛋白质，特别是包括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9种必需氨基酸。牛奶和鸡蛋便是极佳的来源。为了确保每日营养的摄入，建议每日摄入200毫升牛奶和1个中等大小的鸡蛋。鸡蛋不仅能增加饱腹感，还含有多种维生素，对日常营养非常有益。第二类，肉类、鱼类、大豆及其制品。这些食物含有丰富且均衡的必需氨基酸，是日常主要的蛋白质来源。推荐的摄入量为肉类和鱼类各50至100克，豆制品如豆腐每天摄入1/3至1/4块。在一日3餐中，合理安排这些食物的摄入，例如早餐可以饮用牛奶和食用鸡蛋，午餐选择鱼肉，晚餐则搭配肉类和豆制品，以实现一天的营养平衡。第三类，蔬菜、水果、根茎类、菌类和海藻。每天应摄入至少350克的蔬菜，其中120克为深色蔬菜，配合适量的根茎类和水果，如1个土豆或2个橘子。此外，少量的菌类和海藻也应每日摄入，以确保食物纤维和钙的摄取量充足。蔬菜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还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维持身体健康。第四类，谷物、糖类和油脂。这一类食物的摄入量因年龄和体型而异，成长中的儿童需要较多蛋白质，而成人则应关注营养的均衡，以避免营养摄入不足或过量。例如，成人女性每日应摄入18克以上的食物纤维，男性则需21克以上，以帮助控制血糖和胆固醇的吸收。特别注意的是，要保持适量的原则。为了避免摄入过多，建议每日牛奶不超过200毫升，肉类和鱼类各50至100克。此外，菌类和海藻常被忽视，但它们富含食物纤维和钙，建议每日适量摄入，以促进营养的全面均衡。定期体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血管和血液的状况，并根据结果来调整生活方式。这也是100岁时代健康管理的关键。许多血管相关的疾病，如中风、心肌梗塞和糖尿病并发症，都是可以通过健康管理来加以预防的。而改善生活习惯，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从饮食入手。无论年龄多大，从今天开始调整饮食习惯，都能为未来的健康打下更好的基础。毕竟，今天是未来生活中最年轻的一天。积极的饮食调整将为未来的健康保驾护航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